因为在老婆身上看到我的头发。老婆老板砸了送他的帕拉梅拉，说要和他分手。老婆借酒消愁，喝到不省人事。愤怒的我直接把老婆拎起来，狠狠扇了他2耳光。他可是你的老板，你还不赶快去哄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就在刚刚，老婆的老板打来电话，让我通知我老婆去加班。我赶忙就将老婆送出了门，结果3个小时不到，她就浑身酒气地回来了。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正疑惑她为什么回来这么早时，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一个没拿稳，手机就掉到地上。我立马帮她把手机接起，结果只听对面是一个有些低沉的男声：“就这样吧，我们之间结束了。”还没等老婆回话，对面就挂断了电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遭雷劈，当即就甩了醉得不省人事的老婆3个耳光。陈雅，这到底怎么回事？你都背着我干了些什么？即使我扇了他3巴掌，结果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一把就把他丢到沙发上，赶忙就去煮醒酒汤。我必须马上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儿，我就煮了满满一大锅醒酒汤。我端起汤就猛地往他嘴里灌，直到将他把整锅醒酒汤全部喝完，他终于清醒了几分，可是说话还有些口齿不清。亲爱的，这是他情夫的名字。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来火儿。你到底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一边骂着，一边将他拖进卫生间。我不由分说的就拿起喷头，将冷水开到最大，就往他身上淋。在我的折磨下，陈雅终于清醒。我当即就质问道：“为什么沈泽打来电话说要和你断了联系？你忘了答应过我什么吗？”在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得知今晚他俩温存时，眼尖的情夫在他的衣服上发现了我的头发。情夫一怒之下，直接就将他赶出了门，还砸了送给他的帕拉梅拉。听到这里，我只觉得心像是被划了个口子。700万的车说砸就砸，我不禁埋怨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知道告诉我一声。没用的老婆，吃醋的情夫，俩人出个轨都要我在后面推一把。陈雅哭哭啼啼地擦了擦眼泪：“老公，我错了。”哭哭哭，你是想把这个家给哭散吗？我立马冲进我们的卧室，将陈雅的情趣内衣一股脑地翻了出来。我挑了其中最性感的一件，一把就丢到她身上。既然知道错了，那还不快换上这个去哄哄她？陈雅一边换着，我也不敢耽搁，我一边帮她叫好专车，然后又一把拿过她的大包，将她的那些小皮鞭、蜡烛、狐狸尾巴一股脑地塞进包里。这时候她也收拾好了，赶忙一边推着她出门，一边将那鼓鼓一包的情趣用品塞给她。随后我就立马将她塞进车里。我叮嘱道：“要是今晚你不哄好她，那咱们就离婚吧。”陈雅抽了抽鼻子，我赶忙喝道：“不准哭，把妆哭花了怎么办？”陈雅又把眼泪憋了回去。好，老公，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回到屋内，看了看自家200平方的大平层，不禁重重叹了口气。我们如今的一切都是靠老婆的情夫沈泽给的钱，要是没了沈泽，咱们这个家得散。忘了说，沈泽就是陈雅的老板。3年前，一个陌生人忽然敲响了我家房门，当时我正在看电视，是我老婆开的门，但是我迟迟没有听见响动。当我转过头去，只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竟然将我老婆按在墙上，在疯狂接吻。怪异、震惊、愤怒，一大堆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我不受控制地抄起桌上的烟灰缸，
就朝着那个男人走去。狗男人，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拿着烟灰缸猛地朝着那个男人砸下去的时候，他拉着我老婆猛地一下就躲开了。只听见砰的一声，烟灰缸在墙上留下一个大洞。我重新拿起烟灰缸，准备再次朝着男人砸去。妻子忽然一把将我拦住：“你干什么？”我不可置信地朝他大吼道，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维护一个突然出现并强吻他的男人。结果陈雅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我惊掉下巴：“他是我老板。”老板！瞬间我将声音又提高几个度。老板就能够随便进别人家，随便亲别人老婆吗？面对我的暴怒，那个男人无动于衷，甚至他还带着十分友好的笑容看了我一眼。你好，周先生，我今天是来和你谈生意的。生意？老子和你谈个屁的生意！沈泽二话不说，就将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扔到我面前。我带着好奇将它缓缓打开，只见里面竟然全是现金，这里面是30万。他虽然没说是什么钱，但是不用想就知道那是用来包养我老婆的。你觉得凭你几个臭钱就能买我的尊严吗？虽然我们只是普通家庭，但是都说人活一口气，想要就这样让我出卖自己的尊严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是每个月的，每个月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要知道一个月30万，那一年就是360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要是有了这笔钱，我就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用给老板当牛做马。沈泽一脸戏谑地看着我：怎么还嫌少？尊严和钱2选1，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在一旁的妻子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要知道，如果我选择了尊严，今天说不定他会被我活活打死。但是此时此刻，我只要多犹豫1秒，就是对钱的不尊重。我当即就放下烟灰缸，然后将那个黑色袋子提了过来。我知道这钱肯定不是白拿的，我当即就问道：我需要做些什么？沈泽自顾自地就在沙发坐下，随即就一把将陈雅拉到自己的怀中。我只有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碰她。就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钱竟然如此轻松就得到了。从这天开始，我的工作就变成了帮助自己的老婆和她老板偷情。我知道有人会骂我不是人，竟然为了钱连自己的老婆都能送给别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深思熟虑。陈雅职责就是满足沈泽的各种特殊癖好，说得通俗一些，陈雅是沈泽发泄欲望的工具人。她的身上全是沈泽留下的痕迹，条状的是鞭子抽出来的，圆形的是低温蜡烛烫出来的。而在她的手机里有超过200句关于她和情夫的下流影像，图片里她被沈泽用红色的绳子捆绑起来，并且摆出各种羞耻至极的姿势。她在视频里叫他爸爸，叫他主人，还学狗叫，伸着长长的舌头去舔那个男人的脚，看得我晚饭都要吐出来了。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和他做过，他竟然和一个陌生男人。作为陈雅的老公，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做到不生气？起初我愤怒、恶心，恨不得杀了这对狗男女。可是我仔细一想，就算是我杀了他们，我能得到什么呢？尊严。可是就算我杀了这对狗男女，他们曾做过的事情，我就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吗？荣誉。也许新闻会大肆报道关于我的英勇事迹，人们会夸我是个真正的男人。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的余生都将因为这对狗男女在监狱中度过。想到这里，我开始释怀了。但是我可没有因此就打算放过陈雅。
我开始庆幸沈泽的出现，让我有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个与我同床共枕10多年的女人。我的老婆不过是沈泽消遣欲望的一个工具。既然他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那么我又凭什么把他当人看呢？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过是靠着一本结婚证维持。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在意他，但是从那天起，我不再为他生气。眼前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既然将自己的身体和心都交给了一个陌生男人，那么我必须拿回属于我的精神损失费。后来我了解到，沈泽除了每个月给我30万之外，另外还会给陈雅50万。于是，在某个凉爽的夜晚，我一直在客厅坐到凌晨。半夜偷情的老婆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被我吓了一跳。你干嘛？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把钱交出来。陈雅哆哆嗦嗦退到墙角，下意识把手伸进自己的包里。什么钱？我冷笑一声。沈泽给你的，每个月50W。怎么背着我既睡了帅哥，又想将这笔钱独吞？谁知道陈雅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这都是我靠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我凭什么给你？”我当即上前就甩了他2耳光。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有考虑过对我的伤害吗？我向你索要精神损失费，不是很正常吗？陈雅还想要抵抗，我直接掏出悄悄从他手机上拷贝下来的那200G 的出轨证据。我也不要多了，每个月给我30W，不然我就让你体验一把当明星的感觉。到时候看看你爸妈、朋友还有儿子怎么看你。你也不希望在外面给男人当狗的事情被别人发现吧，老婆？我晃着手机冷笑。他羞愧地低下头，没想到他也会有害羞的时候。在我的威胁下，他最终选择了妥协。他不敢和我离婚，我知道，因为沈泽只喜欢人妻。要是他一和我离婚，沈泽就会立马甩了他。就这样，我和陈雅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反倒成了维系他和沈泽关系的枷锁。就这样，我每个月就有60万的收入。我大可以拿着这笔钱，在外面和更加年轻漂亮的姑娘约会。要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愿意吗？我看着墙上的时间，猜测陈雅应该已经到了沈泽那儿。既然现在他都没有打来电话，说明事情进行的还算顺利。这下我总算是安心了。可是就在我准备躺上用情夫的钱买来的席梦思上时，手机屏幕弹出一条短信。我只定睛看了一眼，刚刚的安心感顿然全无。只见屏幕上是一条疑似敲诈勒索的短信：想要你老婆活命，你就立马来江城中心大厦，要是不来，他今天就死定了。原本我没想理会，可是当看见短信下的那张配图，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只因为图片上正是陈雅出发时我丢给她换上的那套情趣内衣。难道是沈泽还有其他情人想要妻子的命？我当即就慌了神。当然并不是为陈雅的生命担忧，而是我每月60W 的幸福生活就要到此为止了吗？我赶忙就开车就赶往江城中心，我生怕晚了半步就失去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了。我忐忑地赶到对方约定好的位置，一进门我就看见陈雅身着清凉的绑在一旁，在她身上还有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印痕，这可不像是情趣游戏留下的。一见到我，陈雅原本已经绝望的眼神中又有了亮光，随即她就哇的一下哭出声来：老公，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着急忙慌地想要上去救人，但并不是为了陈雅着想，我只是担心她还没有去哄好沈泽。正当我准备给她松绑，结果旁边忽然走出一个贵妇人，
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黑人保镖。一见这个架势，我忽然有点后悔了，我就不该来救他。我赶忙向着那个贵妇人道歉：“对不起，是我妻子不懂事，抢了你的生意。”抢生意？贵妇人双眼一眯：“你以为我也是沈泽的情妇？”当女人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就事情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你竟然以为我和这种贱人是一路货色？贵妇人十分生气地拿起一旁的皮鞭，我下意识以为她要打我，我顺势将头挡住，结果她直接2鞭子甩到了陈雅的身上，瞬间她就发出2声凄惨的哀嚎，身上又多了2道血红色的印子。老公，快救我呀！陈雅双眼通红，眼中流着热泪，我心中也不由得着急。但是并不是因为我担心陈雅的安危，而是我在想着到时候要如何向沈泽交代。可是贵妇人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我震惊到无以复加。沈泽是我包养的小白脸，你竟然以为是他包养了我？他也配吗？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这个贵妇人好像是江城一个很有名的女企业家，好像叫江心如。我没想到她竟然敢背着我，花着我的钱在外面包养其他女人，这种事只怕是换做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只见江心如越说越激动，最后实在是气不过，又狠狠地给了陈雅2鞭子。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着这个来者不善的女人，以及她那残忍的手段，我不禁有些害怕。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我的老婆会背着我在外面勾引男人。此刻我只想竭力撇清和陈雅的关系。然而陈雅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当即就朝我破口大骂道：“周涛，你这个小人，不是也收了沈泽的钱吗？你不是还用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来威胁我吗？你竟然敢说自己不知道！你想要撇清关系，没门儿！”看着陈雅将事实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我心里一阵发怵。我悄悄观察着江心如的表情，只见她的脸越变越黑，我不禁暗叹一声不好，只怕我和陈雅2人今天都得交代在这里了。啪啪！江心如又是狠狠2个耳光抽到陈雅的脸上，此刻陈雅的脸已经肿得像是猪头一样。我让你说话了吗？眼见江心如发话，陈雅马上就乖乖闭上了嘴巴。看到对方没有把陈雅刚刚的话放在心上，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目前的仇恨都只在陈雅一个人身上。江心如不紧不慢地坐下，他将目光从陈雅身上收回，随即又死死地盯住我。我告诉你们，从今之后，要是再敢和沈泽有任何接触，就不会像是今天这么简单了。听出他话里暂时放过我们一马的意思，我不由得松了口气。但是看着他那冰冷的眼神，以及他身后摩拳擦掌的保镖，我不由一阵发怵。记住没？照看好你家的这个贱人。在陈雅求救的目光中，我点头如捣蒜。看着我和陈雅已经得到并记住了这个教训，江心如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终于，江心如的命令下，他身后2个保镖才把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陈雅解绑下来。想要赚这种钱，别在我看上的男人身上找，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警告。说完，2个保镖就把陈雅像是死狗一般丢到我面前。陈雅赶忙爬到我的身后，想要寻求我的保护。看着他如今这副惨状，我内心没有丝毫波动，对他也没有丝毫可怜，因为他本身赚的就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钱。就算今天江心如不找上他，我想要不了多久，他也会遇到其他的麻烦。江心如缓缓站起身来，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随手就扔到我面前。医药费，密码6个0。说完，
他就带着保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捡起地上的银行卡，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不由得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这下子要和过去的幸福生活说再见了。说不惋惜，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沈泽那儿得到的钱，也够我生活大半辈子了。老公，我看着一脸痛苦的陈雅，出于这么多年的情感，我还是下意识地问道：“要送你去医院吗？”他摇了摇头，我就直接带着他回了家。我原本以为经过这一次的风波之后，陈雅会走回正路，可是我看着第2个月卡里仍然会收到30万，我不禁有些疑惑。这一天，我直接将正准备出门的陈雅给拦了下来：“你还在给沈泽当情人？”陈雅却连连摇头：“怎么可能？”可是我却有些不相信。我继续追问道，陈雅却有些不耐烦了：“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可是半个月后，陈雅却满脸是血地回来了：“老公，快救我！”看到他这个模样，我也是心里一惊，赶忙就问他到底出了啥事。结果他的话却瞬间让我火冒三丈：“是江心如的保镖弄的，你怎么还会惹上他？”我知道这种大人物基本上都是说话算数的，他们不可能会出尔反尔的。顿时我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我当即就一个耳光重重地朝陈雅扇去：“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和沈泽搞到一起了？”陈雅支支吾吾半天，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又是一脚踢了过去：“给我滚出去！”陈雅却爬上前来，死死抱住我的双腿：“老公，求求你帮帮我，他的人现在到处找我。”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一次惹上大祸了。于是我使出吃奶的劲儿，赶忙就把陈雅往门外推。正在我们2人僵持之间，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我不禁心想，这下是彻底完了，识趣就自己开门，别逼我使用别的手段。门外响起江心如的声音，尽管我心里害怕，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去开门。陈雅却从背后将我一把死死抱住：“老公，开不得呀，他们会杀了我的。”我既生气又无奈，这还不是你自找的。说罢，我也不顾他的阻拦，当即就给江心如一行人开了门。陈雅还想往卧室跑，结果对方保镖冲进来，就将他控制住了，压跪在江心如面前。江心如冷冷看我一眼，我识趣的就站到一旁：“你胆子挺大呀，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江心如不怒自威，谁知道陈雅却更大胆，她一下爬上前去，一把死死抱住江心如的腿：“江夫人，我对沈泽是真爱呀！”江心如嫌弃地看着陈雅以及被陈雅弄脏的裙子，她冷哼一声：“真爱？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把包养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说着，他就一手薅起陈雅的头发，紧接着就是2个耳光落了下去：“给我把他带进来！”他刚一说完，2个保镖就把沈泽给押了进来。2人像是相见恨晚一般，紧紧相拥在一起。沈泽竟然回过头来，他双眼通红地看向江心如：“我求求你放过他一马吧！”然而仅仅就是因为沈泽的这一句话，江心如的怒火被彻底点燃。“放过他？你花着我的钱在外面包养其他女人就算了，现在你们2个竟然还培养出感情来了吗？沈泽，难道说你对他也是真爱吗？”沈泽回头看看陈雅，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着他深情地吻了上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陈雅的爱，但是这也无异于将他推到了悬崖边上。只见江心如紧握双拳，然后就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沈泽，只要我没有发话，你就还是我养的狗，你就得永远听我的话。”在他的眼神示意下，
周围的保镖就上前将紧紧相拥，打得俩人分开。陈雅疯狂向着沈泽示爱，而沈泽则拼命向江心如求情：“我求求你，你就放过我们吧，我想要和他结婚。”结婚？江心如的眼神愈发冰冷，紧接着她忽然冷笑一声：“好啊，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们。”听到这话的两人喜出望外，连连向着江心如道谢。结果下一秒，江心如就眼神冰冷地拿着刀朝着陈雅走了过去。乱了心神的沈泽竟然直呼起江心如的大名：“江心如，你想要干什么？”江心如回眸冷笑：“你们不是要结婚吗？我把他杀了，给你办一场冥婚。”说完，他就提着刀直接朝着陈雅的胸口捅去。在一声惨叫之后，他就没了动静。我在一旁早已吓呆，我没想到有钱有势的人竟然真的敢这样无法无天。沈泽更是撕心裂肺，朝着江心如吼道：“你就不怕法律吗？”江心如却冷冷扫了我一眼，随后一脸不屑地将刀丢给一旁的保镖：“把他一起杀了，我给你700万，保你家人过上幸福生活。”此刻我才明白，在有钱人的世界里，就连人命都能够用金钱来衡量。我开始后悔卷入这场纷争当中。只见那个保镖没有丝毫犹豫，就将刀捡起，朝我走了过来。我还想逃跑，这时候其他保镖已经上前来将我死死控制住。眼看着对我离我越来越近，我只能下意识地向着江心如求饶：“这一切都是陈雅做的，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江心如却冷冷地说道：“谁让你看见了，你就自认倒霉吧，多杀你一个也不嫌多。我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这一辈子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我想到还没长大的孩子，还没有向父母尽孝，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眼看着今天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突然大门轰然倒塌，别动，都别动！一大堆警察就冲进来，将在场所有人全部控制了下来。正当我想着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见一旁的沈泽的嘴角流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带头的警察十分严肃地说道：“江心如女士，你涉嫌故意杀人，请和我们走一趟。”江心如却面色不改：“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随即他就指向拿刀的保镖：“人是他杀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话音刚落，在一旁的沈泽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着边掏出手机，只见手机画面上正是刚刚江心如杀害陈雅的那一幕。看到这儿，江心如勃然大怒：“沈泽，这一切都是你的圈套吗？”圈套？在一旁的我早已听昏了头。但是我知道这件事并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江心如连同他的保镖在叫嚣中被全部带走，直到被押走时，江心如仍旧淡定从容。她冷冷地看向沈泽：“就凭你的身份，你不会真以为用这一个视频就能够将我送进监狱吧？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宠爱了一些，你等我回来，看我怎么教训你。”是啊，就算是沈泽有着江心如杀人的视频，但是就凭借他的身份，还是很难撼动江心如的地位。沈泽却也只是从容地笑了笑：“你放心，你回不来了。”直到1个月后，江心如竟然真的被判处了死刑，这大大超乎我的预料。而之后不到1个月，我发现原本衰落的沈家赫然成为了江城最有势力的企业。我突然想到什么，结果一上网，我就在看到沈泽竟然是江城排名第10的企业家的沈浩的儿子。我茅塞顿开，终于明白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沈泽是故意隐瞒身份，做了江心如的男宠，而他又故意找到并且包养陈雅，
他就是想要制造一个能够直接得到江心如犯罪的证据的机会，然后借此来打到江心如。真是恶毒的商战啊！在沈泽与他父亲的最新合照中，他们笑的是那样的开心。至于当时他表现出的对于陈雅的爱，完全只是为了激怒江心如的逢场作戏罢了。陈雅在沈泽眼中，自始至终都只是一颗没用之后就丢弃的棋子。后来的某天，我收到了一笔300万的巨款，虽然没有汇款人的名字，但是我想肯定沈泽，要是换作以往，我肯定会欣喜若狂。但是如今拿到这笔巨款的我却没有丝毫开心。当然并不是因为陈雅的死，而是因为我意识到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在这些处于高位的人面前是有多么渺小。最后我这300万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然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江城。虽然我之前存下的存款可以够我们安稳生活一辈子，但是到了新的地方之后，我还是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也许只有在这种靠着自己双手打拼来的生活，才能真正让人安心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